全世界为什么只有中国记载了历史？说白了，其他国家他没这个本事。因为历史就是算账，你要保持账面的真实性，就得加密和去中心化，要不然很容易遭到篡改。所以史官他就是会计，这帮史官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标准。就好比在周朝时期历史记载啊，围绕周天子每天发生的事都要记录在册，形成周王室的历史。而且当时各国诸侯的史官都会实行互相汇报制度，比如在齐国发生的事，要给专人去给楚国和鲁国的史官进行汇报；发生在秦国的事，必须给晋国和周王室的史官进行汇报。各个诸国会形成自己的地方账，记录在此。关键是各个诸国每年还要拿到这本地方账到周天子那儿去对账，如果谁和大家记载的不一样，就说明他有问题，然后一通查账，周王室就会解决这个问题。更无解的是，你想改自己的地方账，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文字好改，但是历法难算。什么太阳历、月亮历这些的历法啊，算的你崩溃。历法的解密在周王室手里，几乎是算不明白的。所以记录历史的本质就是算总账，给你写日报、周报、月报、年报是一个道理。说白了，就是你自己的周报你可以改，但是其他人的周报你根本没法改，改了也白改。就跟李世民一样，他篡改了玄武之变的历史，但是不同的说法流传了下来，甚至他篡改的这个动作本身都被记录了下来，根本改不完。所以这种分布记账、不可篡改、去中心化的算账方式，就是现在的区块链技术的总监。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记录历史？主要是他们的文明太落后，那管理技术还处于蛮荒时代，无法真正的理解这套算账的体系，甚至外国的历史也要参考到我们的历史来算。印度的阿育王石柱在哪里？欧洲殖民者根据《大唐西域传》中的记载，才找到了石柱本身。